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智慧室内照明系统。室内照明系统基本上它的亮度呢，可以用手机去控制它。那这个手机基本上它可以透过蓝牙或者 WiFi， 然后去控制我们这个灯具里面的一些电路。那基本上我们手机这边可以送信号过去做调光。然后手机也可以透过蓝牙把灯泡消耗的功率再读进来，那我们这个手机就可以去监控这个灯泡上的消耗功率。那现在的灯泡有一些设计是多彩的，就是说它也可以透过手机去调它不同的颜色。那这调完的这个颜色，它可以存起来啊，变成一个 color pen。然后调好以后，你以后要某一个颜色，直接就按那个 pad，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颜色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飞利浦所拍摄的 Hue 的照明的影片，请各位同学到这个网址观赏。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调光的技术、调色温的技术，去改变不同使用的场景，让这个使用者可以更适合去调到你要的亮度跟色温。第一个的场景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下，可能这个色温大概有一点偏黄，让你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。那下面那个是我们家庭机位的情况，那可能大概就是偏向比较明亮度比较高一点，色温比较高一点，让整个这个环境感觉比较清爽。那接下来上图这个是机会模式。那一般机会模式的色温，我们希望它是要比较均匀一点的，那让这个光线能够均匀的打到每个角度。那下面这个图是休闲模式啊，就一般我们光线会把它设计的比较柔和一点，让你比较有理猎型的感觉。那接下来上面那个是看电影的模式，那这个光线呢会比较像电影院那样微光的感觉。最下面那个是睡觉模式，一般我们的亮度就会调得很暗，就像接近夜光的亮度。那一般这个控制我们大概可以有2部分去控制。一个是由使用者，然后透过这个电脑或者是手机即时的去控制。那另外一个是用排序的方式 ，schedule 的 control， 也就是事先做一个 timetable， 把它存起来。你要几点几分要产生什么样的亮度、色温，都事先存在这个 table 里面。然后时间到了以后，它就会自动播出去，去控制你的灯具。那这个智慧照明，我们基本上要做节能的动作。那这个是结合了人体感测，当这个人不在这个灯具下面的时候，这个灯光呢，它可能只有开50%。然后呢，当人下面走过去的时候，它上面的灯会全开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平常如果灯具下面都没人的时候，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量。那这个是室内照明的示意图。那这里有一个控制核心叫做 VLC， 这个是在每个灯具里面都会有一个 VLC 的控制器，它还会再结合一些感测器。那我们 user 呢，这个手机端可以跟这个 VLC 去做连线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控制每一盏灯具它上面的所有的亮度、色温。那另外它结合了一些感测器，那它就可以做一些自动控制。那在远端，它可以透过这个网络啊，云端去在电脑端去做控制。那这个是一个日光感测的 sensor， 它可以感测现在的环境是白天还是晚上。那透过这个 sensor 呢，我们可以去控制这个灯具。如果晚上的时候我们把灯打开，那白天会把灯关掉，那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电能。photo sensor 一般主要有几种，一种是photoresist 光电阻，然后 photodiode 光二极体，跟 phototransistor 光电一体。那有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组成所要的 photo sensor。那这个是 IR sensor，IR 主要是用红外线去感测人体。那这个基本上有人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把光打开，所以利用人体感测去控制这个灯具。那上面它会加一个lens，主要是要提升这个感测的角度。这个是一般 IR 红外线感测器它的角度，那一般大概正负50度左右，所以它的角度并不是很大。所以我们一般会加lens，把它的角度把它增加到可能正负90度，那这样才能够 cover 比较大的一个
环境的范围。那这个是实际上用 IR 去控制登记的一个情境图。那当人在走过去的时候，它上面的登记会开亮度会100%，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，它可能只有开40%。那这样就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。那另外 IR 的一个应用就是做定位系统。定位系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人在哪一个登记下面，因为登记的位置是固定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在这个空间上的某一个地方。那这种应用很多用在大卖场的一些资讯的传送。假设说你走到水果摊，那他就会把相关水果的一些价格资讯、产地送给你。那这个是光跟灯具互相搭配的一个平衡的照明。一般我们这个靠近太阳光的地方，它的环境的亮度是比较亮，那夜里面呢，它环境亮度比较暗，所以我们透这种灯具跟太阳光互相去做平衡，让这个室内的照明达到一个固定的亮度。那举个例子，像靠近窗户，因为太阳光比较亮，那这时候我们灯光就可以开40%就可以。那夜里面呢，因为太阳光就越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开的灯具的亮度就会比较强，所以我们靠这个光感测器去感测现在光的亮度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灯具要产生出来的亮度，去达到这个光线平衡的目的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室内照明它的一些需求。那基本上它有几点规格，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些环境的感测器，要有控制的一些 box。就是你要有一个控制核心给 user 去做控制，还有一些管理能源的一个 meter。那因为它要传到远端，所以要透过这个 smart gateway 把你相关的一些资讯送到远端。手机端要有一个 control 的 APP， 然后 server 端要有一个 server center 去管控整个智能照明的系统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它基本上的功能要有哪些。那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要能够节能呢，这样它就可以节省我们电力的消费。第二个是它要整合这个环境的感测器。第三个是它要有办法做亮度的效能的分析、电力消耗的分析，然后系统呢必须要能够做自动这个 set up。那最后一个是当这个灯具有坏掉的时候，它能够自动去 detect 去侦测哪一个灯具坏掉，然后回报到生产端。那这个是整个智慧照明的一个架构图。那在这个灯具端呢，每个都有一个控制盒。那这个控制盒上面都有一些 sensor。那这个 sensor 当然是根据你的需要去做不一样的安排。每个灯具呢，它都会连到 server 端，然后 server 端呢，我们就可以去管控这个整个灯具的一些运作情况。那使用者呢，他可以透过手机连到这个 user 端去监控这个整个灯具的情况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做一下总结。我们今天课程主要就讲室内照明。那我们介绍了室内照明的一些基本的技术，还有一些它的架构图。欢迎各位同学下次再来，谢谢。